汉王朱高煦到底有多作死？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，他也是朱棣3个儿子当中最像自己的。靖难之役时，他跟随父亲朱棣南下，在兄弟3人当中，要说功劳，他当属第一了。这个在靖难之役中立下不世之功的朱高煦，后来却被自己的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做成了瓦罐焖鸡。其实朱高煦落得个凄惨结局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朱高煦只比大哥朱高炽小2岁，他们都是徐皇后所生的，但是他们2兄弟的性格反差极大。朱高炽体态肥胖，身体羸弱，沉稳好静，而朱高煦长得高大挺拔，力大无穷，骁勇善战。朱高煦在起兵靖难时，确实是立有大功的。当时朱高炽留守北平，朱高煦随朱棣出征，在白沟河之战中，他率精骑兵冲锋在前。在朱棣兵败东昌时，他及时赶到。虎子口战役又是他解的围，可以说如果没有朱高煦，朱棣不是战死，就是被捉了。朱棣曾兴奋地摸着他的背说：“世子，身体不好，你要努力呀。”可能是朱棣的这句忽悠人的话，让朱高煦想入非非了，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独处的种子。靖难之役成功之后，朱棣当了皇帝，是为明成祖。1404年，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，封朱高煦为汉王，就藩云南。但是朱高煦自恃有功，就是不肯前往就范，而且他后来行事更加放纵，多次挑拨是非，陷害太子。1415年，朱棣将他改封青州，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前往，就想赖在京城。朱高煦长得帅，还能打仗，比起那个又瘸又胖的哥哥，自己还是很有优势的。于是这朱高煦就开始做起了春秋大梦，他试图扳倒太子，取而代之。朱棣也知道这个儿子并不老实，但毕竟朱高煦是自己的儿子，而且在靖难之中贡献巨大，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对这个儿子采取什么强制措施。按理说朱高煦作为皇子，理应到自己的藩地就藩，但是他就是赖着不走，一心想要扮父皇左右。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而太子朱高炽自然也很明白，所以他一直是小心翼翼，低调做事，并没有给朱高煦太多的机会。到了后期，明成祖朱棣得知了朱高煦的很多不法行为，准备将他废为庶人。但是他那个善良的哥哥朱高炽每次都出面替他求情，可就算是这样，这朱高煦仍然是不思悔改。他一心想着做皇帝。终于明成祖在北伐途中病逝了，朱高煦在北京得知此消息，立刻就登基继位了。这朱高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，眼看着自己哥哥的皇位是坐稳了，那他自然就不能再赖在京城了，所以他灰溜溜地跑到了自己的藩地，并且继续准备着，意图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。不久之后，继位仅仅9个月的朱高炽突然病死，而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此时并未在京城，而是在南京，所以他要前往北京继位。这朱高煦就觉得机会来了，他在各大要道设下埋伏，试图半路阻杀朱瞻基。可是他等来等去，却等到了朱瞻基已经抄小道进京，并且登基的消息。这一下朱高煦的阴谋成了阳谋，就差在脑门上写俩字造反了。既然都这样了，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起兵造反吧。不过朱高煦造反的过程非常搞笑，几乎没有给朱瞻基造成什么麻烦。造反到最后，朱高煦竟然非常怂淡地选择了投降。准备了大半辈子造反事业的朱高煦，好像真的是很失败耶。不过朱瞻基也没有做绝杀掉这个叔叔，而是将他囚禁了起来。玄德4年，朱瞻基想起了他这位叔叔，前去看望他。谁想到朱高煦竟然一个扫堂腿，把朱瞻基给绊倒了。
给了当朝皇帝一个下马威，这让朱瞻基很是生气。于是他下令用铜缸将朱高煦罩住，可朱高煦竟然练起了举重，顶着铜缸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，很是搞笑。忍无可忍的朱瞻基见朱高煦还如此的无可救药，就令人将铜缸压住，在大缸上面添加上煤炭，一点火，直接就把朱高煦做成了瓦罐焖鸡了。一代大帅哥朱高煦就这么死了。他既没有战死沙场的壮烈，也没有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，而且他死之时还顺道害死了自己的10几个儿子，他的结局可谓是凄惨无比。其实朱高煦颇有军事才能，打仗也很卖力，可惜就是没脑子，他也看不清局势，属于那种造反都不知道该怎么造的人，所以他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